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马云不见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起，马云就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并且呢，我们亲爱的杰克马的推特永远就定格在。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逆淘汰的过程呢？凡是说真话、做真事、不愿意卑躬屈膝的那些人呢，他明显是不能往上爬的嘛，他明显是晋升。马云的名次悄悄地从评审名单中去除了，而且呢，马云的照片也从上边消失了。这个看上层的这些部门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呢，立刻就可以心领神会，立刻做出他们该有的姿态来。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像一条狗啊？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马云在去年的10月24号，他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呢公开的批评了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2天以后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等的这些金融监管狗头衙门以耍流氓的态度要求蚂蚁集团进行重点业务领域整改。接着呢，本应该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也被中国叫停。紧接着呢，又传言说中央联合调查组要进驻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起，马云就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并且呢，我们亲爱的杰克马的推特永远就定格在了10月10号的这一条，以后呢再无更新。马云公益基金会在2019年牵头举办了非洲创业者真人秀这个节目，并且呢，在2020年的11月份举办了第2届比赛。因为各种的原因呢，这一期的比赛就被延期到了2021年的，也就是今年的2、3月份再举行。马云啊，从第1届开始呢，他一直都是作为这个节目的评审而出现的。但是呢，最近在这个节目的网站上边啊，马云的名次悄悄的从评审名单中去除了，而且呢，马云的照片也从上边消失了。这个评审的位置呢，取而代之的呢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一彭雷。在这件事情之前啊，在阿里巴巴公司所在地杭州，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是有一块牌子呢被意外的遮起来了。这个牌子上边写着青城办。青城办是什么意思呢？青城办是一个简称，它呢是杭州市余杭区区级的政府专门为阿里巴巴集团设立的一个办公室，名字全称叫做余杭区服务保障阿里巴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阿里巴巴不出事儿的时候，在为国家贡献税收的时候，在阿里巴巴后台的这些红二代大老板们平安无事还有影响力的时候，这些市一级、区一级的这个政府部门赵家人可以放低自己的姿态，放下自己的身段，为一个企业去专门服务。看现在马云刚刚出事儿，他们呢立刻吹灯拔蜡，把牌子也给遮了。所以说啊，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边，你呢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你同样也很难做人的，对吧？这些便民的措施，这些方便企业的措施，它是一种不可以持续的，也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临时性的措施。以前呢，为了经济，为了税收，这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呢，可以把姿态放低一些，可以弄得更亲民一些，把这些专门服务于企业的这个便民机构给它做出来。可一旦出了事情以后啊，他们这个转换姿态的速度可真是快啊！都不用中央政府发命令，只要看上层的这些部门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呢，立刻就可以心领神会，然后呢，依葫芦画瓢，立刻做出他们该有的姿态来。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像一条狗啊？那个人样子好怪啊！我也看到了，他好像条狗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一下，这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又何在呢？这些区领导、市领导又怎么跟这些企业家去交代呢？那大家再想一下，像这些基层的官员，一步一步的从区级的做到市级的、省级的，乃至最后做到国家级的，他这样一路的职业生涯里边，他是没有任何尊严的。像前边这样做狗的姿态，他需要一次一次的去重复它，因为你头顶上边永远有比你更大的官儿，他们呢只有这样谨小慎微的，不出任何纰漏，才有可能顺利的晋升。当这种事情从他一个小小的基层官员，当他做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那么他在这种千次百次的重复当中，在这种百次千次的心领神会，跳起来去叼盘子，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当中，一路上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批人，那大家说他们的心理会健康吗？大家说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逆淘汰的过程呢？凡是说真话、做真事、不愿意卑躬屈膝的那些人呢，他明显是不能往上爬的嘛，他明显是晋升不上去的嘛。
中共政府呢，一边是想要这些高科技企业投入到科技创新的这些领域当中来，像这些高科技的研发呢，它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可不像搞什么房地产，手上呢只要有个20%-30%的资金，一边呢找银行贷款，另外一边呢跟建筑公司签账，打下白条，楼盘起来以后呢，一卖立刻就变现。当政府部门的行为它不受法律监管的时候，像马云这样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可以用那些东西来做借口，而来惩罚你整个公司的时候，那么任何一家民营公司他都不会贸然的去做这样长线的投资，他们呢宁可挣快钱，宁可把手伸到这些买菜买米买油这些事情上。在去年10月24号，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那段演讲，他呢或许会成为中国商界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年度演讲。要说在10月24号的这段演讲里边，马云所讲的内容在2019年8月份他就已经说过了。在2019年的8月26号，重庆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马云说，第一点，技术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政府部门出了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上边呢是说不准干什么，严禁干什么，不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政策它应该是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去鼓励新生事物的发展。第二点，中国的金融体系缺乏毛细血管，互联网金融就是这个时代的毛细血管，它能帮助很多个人和小微企业去成长和生存。第三，真正的互联网金融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并不是说发展就一定会带来风险，监管就不会带来风险，有时候不恰当的监管本来就是一种风险。第四，现在有很多政府部门都在设立数据局，我们非常担心未来这些数据局都变成监管局。马云呢还用最温和的态度来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在20多年前的杭州，那个时候杭州的女装发展的非常好，为了鼓励它发展的更好呢，杭州成立了一个叫做女装办的部门，还派来了一个副市长作为这个女装办的领导。本来好好的一个女装行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变成杭州没有了女装，因为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却变成需要去协同，需要去讨论，本来是一个市场行为，它却变成了一个政府的行为。马云呢，他只说了前半句，他的后半句没有说出来的部分呢，就是共产党呢，他只要管哪一行就要死哪一行，只要他放手哪一行，哪一行就能蓬勃发展。大家看，这和去年10月24号在上海的演讲是不是很相似？在19年的时候，在重庆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波澜不惊，但是呢，2020年的时候，在上海再讲一次的时候呢，他却石破天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时间、地点和背景都不一样了。这一次，蚂蚁集团在 A+H 两地同时上市，并且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自由资本市场最大规模的 IPO。马云呢，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他觉得他有责任站出来说一些实话，说一些这个行业内部大家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人敢说出来的话。其实啊，所有的传统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心里边，他们都很清楚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所存在的弊端。他们呢，坐拥庞大的资金，却让这些资金在金融系统里边无用的空转，根本就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他们呢流进了实体经济里边。但是经过层层盘剥，但是它加高了资金使用的成本，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其实上呢，传统的金融行业，他们呢也认可蚂蚁的价值，借助阿里的技术优势来进行甄别，精确的识别出借款人的风险特征，从而呢帮助很多合作的银行放款给以前需要资金也有还款能力，但是呢却得不到传统金融服务行业这样的审批这样的小微客户。这样一来呢，也能帮助银行提高他们储蓄资金的利用效率。但是呢，所有的人都说马云的讲话呢并不那么明智，因为他选择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以及一个并不明智的方式。马云说的呢全都是实话，但是呢他在这次演讲上边更应该说的应该是蚂蚁集团到底为中国的这些底层民众做了些什么。在蚂蚁旗下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有超过5亿人用过蚂蚁的花呗、借呗以及依托蚂蚁信用分衍生出来的其他的金融业务，有超过6亿的人使用余额宝和蚂蚁财富，有1亿多人用过互相宝，3000多万人用过好医保。大家试想一下，在中国样样俱全、无比庞大的这个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它是如何还能够长出这样一片庞大的森林的？这只能说明啊，这些被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里边，他们自以为完备的金融服务，它实际上呢都是残缺不全的。打个比方来说，你呢是一个银行的行长，你们家聘请了一个保姆，
这名保姆呢，每个月都能从你手上领到固定的稳定的工资。当有一天这个保姆对你说他的女儿考上大学了，他要为他的女儿筹集学费，他来问你说能不能在你的银行贷上1-2万块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能对他说非常抱歉，没有办法，你不符合贷款条件。再打个比方说，你仍然是这一名银行行长，你的家里边有一个亲戚开了一个五金加工厂，因为生意不错，他准备添置几台设备，并且呢再多购入一批原料来完成这批订单。这时候呢他来你的银行向你贷款，这时候呢你也只能无奈的对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你们这个厂的用地不符合规范，不能用它来做抵押，所以呢我也没办法给你贷款。这时候呢你的这个亲戚只能无奈的去借年息40-50%的高利贷。这些无数的被国家的传统金融机构给忽略掉的草根人群，那些如同蝼蚁般的沉默的中国的大多数，就是这些人在无数次的扫一扫当中，他们呢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建立了对他们的信任。当他们需要有这种信用需求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选择相信他们，并且给他们信用支持。那些街边摊，那些夫妻小店也能像那些大企业主一样，仅仅靠信用就可以获得贷款。蚂蚁呢，把整个社会都整合进了这个小小的手机里边。无论是你在坐公交、买高铁票、交电话费、交水电费、订外卖、共享单车，或者是医院挂号，它的1半以上的服务都是与民生相关的，并且呢，它的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马云是一个够圆滑的人，那么这些话才是他在台上真正该讲的。在10年前，马云他在一次支付宝的年会上，他讲了一个事情，有一个叫做阿莲的用户，他在双11给儿子买了一个儿童相册，但是呢，在付款的时候，他需要用银行的 U 盾加上口令卡，他用了7个步骤还没有完成付款。他跟客服说但凡有别的选择，他绝对不会使用支付宝。马云说我们把很多路自己封了起来，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这个干了要犯错误，那个干了也要犯错误。那这个企业它能好起来吗？在后边的1年里边支付宝把银行的 U 盾给干掉了。再后来呢，马云去游说银行，实现了板卡支付，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快捷支付。大家看，当蚂蚁在做这些脏活累活的时候，那些国家的大银行在做什么呢？他们靠着丰厚的利息差躺着挣钱，他们贷款要抵押，审核呢要见面，他们喜欢固定的客户，而且是大客户。蚂蚁呢把这一套原有的规则全部反过来，开了无抵押的先河，你在线上借1块钱都可以。这是因为马云知道他们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他们不是赵家人，天生就没有贵族的命，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些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去服务，尽可能的降低一切的门槛，做生意的门槛，贷款的门槛，让所有的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都能获得同等的机会，得到帮助和发展。自由与平等，这是作为人的天性。当你需要排队，但是有些人就不需要排队的时候，当同样的贷款你需要去抵押房产，但有些人只需要信用就可以的时候，这些年来呢，蚂蚁就消除了这些不平等的因素。如果让人民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主的投一下票，他们会是喜欢现在蚂蚁的这个时代，还是喜欢以前银行的那个时代？还有好多智商是负数的小粉红，他们完全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用他们极其灵敏的狗鼻子闻到了某一些气息，所以呢，他们就表现出来拥护党中央、拥护国家高层做出的决定，主动的飞升起来雕盘。快看，他们是不是很像一些狗啊？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